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晚上11点，导员突然在微信群里艾特全员，所有人立刻回寝室，锁好宿舍门。楼道电路起火，工作人员正在检修。我不明白检修电路为什么要锁门，而且宿舍明明有电。2分钟后，住同宿舍楼的闺蜜私信我，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以为闺蜜在开玩笑，上铺的萍姐紧接着说道：快去锁门！我男朋友说有一个杀人犯进了宿舍楼。我慌了，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她男朋友比我们小1届，萍姐从不开玩笑，真的有杀人犯。我连忙跑到门前，正准备上锁，停顿了一下。可是苏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锁门？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，老大萍姐，老二回家了，老3是我，老4苏月刚去楼道取衣服了。我还在犹豫，萍姐当机立断，先锁门，等苏月回来我们再开。同时，萍姐在宿舍群里艾特了苏月，苏月你在哪？衣服别取了，快回来，外面危险。苏月，没事，衣服取好了。我在楼道拐角看到有2个男的，身上背着袋子，拿着扳手，应该是导员说的维修工吧。杀人犯的消息我也听说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还好他们没看到我。我准备绕路从另一边的楼梯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脸了。他们，苏月消息打了一半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来源就是苏月所在的楼道拐角。苏月被发现了，我和萍姐互相看了一眼，2个人眼中都映出对方惊恐的样子。如果是维修工，没有理由去追苏月。我和萍姐都没在微信群里再说话，萍姐比我先冷静下来。我先私聊导员问问情况，导员没在群里说真相，应该是怕大家恐慌。煎熬地等了2分钟，萍姐说道：导员让我们别担心，杀人犯的事情是谣言，真的是在维修电路。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疑。紧接着宿舍群弹出了新消息，苏月，吓我一跳，刚才真的是维修师傅，他们追我是怕我走到有危险的区域，等我这就回来。看到苏月的回复，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很快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让我心安的是，这一次的脚步声并不急促，咚咚咚，敲门的声音传来。因为刚才的惊吓，开门前我还是先看了一眼门禁，是苏月没错。正在我要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应该是1、2楼传来的。我们宿舍在6楼也听得清楚。班级群的消息一下炸了，什么情况？不是电路维修吗？刚刚惨叫怎么回事？听说宿舍楼进了杀人犯，真的假的？声音应该是从1、2楼传来了，有没有附近的同学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就在1层，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敢出门。不过除了惨叫，我好像还听到了刀子砍东西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们报警吧。就在这时，群主开启了全员禁言，刚刚炸开的群消息戛然而止。导员发出了最新消息，同学们请不要慌张，传言是真的，确实有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因为担心大家恐慌危险，所以刚才说是电路维修。学校已经报警，各位同学一定锁好宿舍门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，警察赶到之前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一定不要开门。为了稳定大家情绪，班级群今晚禁言。正准备开门的我停顿住，咚咚咚，门外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，电路没有坏，那苏月看到的维修工是谁？或者说门外的人？寝室群发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苏月。保险起见，我又看了眼门禁，这次我才注意到苏月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没错，但不是她刚出门时穿的那件，光线暗淡，因为苏月低着头看不清脸，可仔细观察下能发现对方的肩膀与手臂是比苏月粗大的。再向下看，我发现对方似乎为了模仿苏月的身高，腿在弯曲着，这个人不是苏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抬起了头，只见对方戴着口罩，站直了身体有1.8米，直直盯着门禁，向我竖了一根中指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现在脑子乱得不行，把我看到的情况和萍姐说了。萍姐深吸口气，冷静分析起来。我们没听到苏月的惨叫声，她应该是没有遇害。从对方穿着苏月的衣服和在群里发消息来看，苏月应该是背叛我们，和杀人犯一伙了。她刚刚想害我们。我虽然不愿相信，可萍姐分析的没错，别说杀人，就算是控制住挣扎的苏月，也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苏月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又来了新私信，屏幕显示苏小月月，这是苏月的小号，只有我知道的小号。我知道苏月有2个手机，苏小月月，刚才我逃跑的时候，手机和衣服都掉了，现在甩掉他们了，你一定要小心萍姐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人的脸，是萍姐的男朋友。我已经和隔壁603的人联系了，一会去603，你找机会也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头皮都开始发麻。萍姐似乎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温柔一笑，别怕，我们只要锁好门，等待警察来就行。
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平日里都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，怎么会和疯子杀人魔一伙？我脸色渐渐变好，冲萍姐一笑：是的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当萍姐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导员又拉了一个新微信群，几乎全楼的人都在，少了几个人，应该是漏了吧。刚拉完人，导员就在群里艾特全员，我被他们控制住了。之前消息也是他们发的，之前用我身份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校报警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报警，我说话会被发现，同学们快报警。另外，本楼不在群里的人都有问题，千万小心。消息发完的几秒，群里异常安静，群里没有禁言，也没人说话，似乎都在消化这些信息。导员被那群疯子控制住了，貌似发了刚刚的消息。从那群疯子进宿舍楼到现在，根本就没人报警。这个宿舍楼里有人和那群杀人的疯子暗中勾结，我则第一时间点开群成员查看更多，搜了萍姐的微信名，发现群里竟然没有萍姐，我整个人愣在当场。结合导员和苏月的消息，我确定萍姐有问题。现在思考起来，之前门禁里看到的男人虽然戴了口罩，可身高、发型、气质、眼神都和萍姐的男朋友陈哲太像了。我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让萍姐发现变化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灯灭了，全楼的灯都灭了，宿舍楼断电了。紧接着，我看到手机没了网络，没了信号，黑暗带来了恐惧，却让我的心稍微镇定，这样萍姐就看不到我难看的脸色了。下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就没法报警了。从导员刚刚拉群到断电、断网、断信号，中间不到1分钟，没人来得及报警，没人会来救我们。我们就像一群困在楼里待宰的羔羊，而近在咫尺就有一个拿着屠刀的猎人。萍姐平和温暖地说道：一定是那群疯子干的，别怕，既然已经报了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。说话间，萍姐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削着苹果皮，苹果皮削好，她切了一块递给我，过来吃点东西压压惊。昏暗中，我看到了萍姐的笑容，带着温暖，温暖中又仿佛带着丝残忍。我走到萍姐面前，努力克制恐惧，吃了那块苹果。可能因为紧张，我完全吃不出味道。为了让萍姐放松警惕，我顺着对方说道：谢谢萍姐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说着，我坐到了自己的床上，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小幅度地摸索着能对抗萍姐的东西。萍姐突然笑道：断电之前，你看着手机发呆了好一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手机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我心中突然一顿，导员的消息，苏月的消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删，萍姐的手已经伸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给萍姐看，如果不给，就会被对方发现我知晓了一切。控制住手的颤抖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伸了过去，准备趁着对方接手机的时候跑出宿舍。就在萍姐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而这一次，惨叫的声音无比清晰，就在我们楼上。我和萍姐的身子都顿了一下，我顺势收回手机，抱住了萍姐。萍姐，我害怕。我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我所有的害怕完全可以甩锅给楼上的受害者。对我的行为，萍姐似乎也放下了戒备，没有再提看手机的要求。萍姐拍着我的后背：别怕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也会冲上去保护你。她的话很温柔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问题，甚至如果没有导员的消息，我根本不会怀疑萍姐。就在我稍稍放心，等萍姐放下戒备伺机逃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宿舍的窗子没上锁，我们宿舍楼窗户没有护栏。以男生的身体素质来说，从楼上翻到楼下并不难，而现在凶手就在楼上，我离宿舍门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正在和萍姐拥抱着，楼上的凶手马上就要过来了。我近乎绝望，现在别无选择，我准备先控制住萍姐握着水果刀的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有人在焦急地敲着603的门。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有人进了603，603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。进门后没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，应该不是坏人。结合之前苏月发的消息，我断定这个人就是苏月。我去看看。萍姐似乎想要阻止我，可因为我刚刚的表现没有异常，她没有强制控制我的打算，还不忘提醒我一声小心点。我装模作样的在门边看了眼门禁，外面很安静，空无一人。接着我转过头看向萍姐，外面没人，我们这里暂时还安全。我正说着话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楼上爬到我们窗户，他的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他背对着月光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样貌，隐约间能看到他1.8米上下，嘴里叼着一把刀子，双脚踩在我们宿舍窗户的时候，这人单手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。我背靠着宿舍门，面朝宿舍窗户，而萍姐面对着我，
他还没有发现身后来人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，黑夜里，手电筒突然绽放出强光，强光照到萍姐和那个黑影男脸上，让两人眼睛一阵刺痛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连忙打开宿舍门逃走。你死定了！黑影男一声怒骂，随手扔过来一个物品砸在我头上，还好东西不重，没影响我逃走。我拼命跑到603，然后开始拍门，咚咚咚，我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到了男人和萍姐怒骂的声音。如果603不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。咔嚓，门开了，苏月把我拉进了宿舍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。算上我，宿舍里现在有6个女孩，原本的宿舍4人，加上我和苏月。苏月抱着我不断安慰，想不到萍姐和陈哲是这样的人。调整好情绪，我把刚刚的经过讲给几人听，并回忆着黑影男的样子，确定是陈哲没错。苏月说道，之前萍姐有说过，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混混们走得很近，也许她性格一直这样。另一个女生跟着说道，我和陈哲高中一个市的，他很出名，是个学霸，高考前的全市联考考了700多分，所有人都默认的清北人选，可高考的时候发挥严重失误，只考了400多分，才来了咱们学校，可能受了刺激吧。我一听心里更慌了，这还是个高智商罪犯。就在这时，苏月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小球，问道，你手上这是什么？逃命还不忘带着。我这才发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材质的圆球，回忆了一下，刚才陈哲从窗户进来的时候，看我要逃，随手扔过来砸我的，幸亏这东西不重。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，敲得很急促，大家刚刚缓解的情绪立刻又悬了起来。门外竟然传来了萍姐的声音，酱汁快开门，我男朋友陈哲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刚刚你把我丢下不管，我不怪你，快开门，再不开门，我要死在这了。我心头一沉，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萍姐99%是坏人。抬起头，我也看到了宿舍里其他人都警惕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开门。我对大家一笑，你们救了我，我不会害了大家的。萍姐还在急促地敲门，还在央求我们信任她。突然，我手里的塑料小球发出了声响，从里面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，海平想杀你们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观察这个小球，竟然是个小型对讲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是陈哲，陈哲是萍姐的男朋友，至少我和苏月是见过他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哲不是坏人吗？苏月面色凝重，紧跟着分析，陈哲知道了萍姐敲不开门，所以想要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不过眼下统一的战略就是不给萍姐开门。外面的萍姐似乎敲累了，一声叹息，我不怪你们，毕竟杀人犯是我男朋友，我身份敏感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我被坏人杀了，你们也会自责的。话落，敲门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是一阵跑动的脚步声。萍姐应该是走了，但我听到萍姐最后说的话，心中还是有些疼。忐忑当中，我又看了看门禁，楼道很黑暗。突然，宿舍门外一只眼睛贴在了门外的门镜上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随即门外的人拉远距离，我刚好能看清，就是刚刚佯装离去的萍姐。不过现在的萍姐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笑容映衬着走廊微弱的绿光，显得阴森可怕。酱汁你可真残忍啊，把我拒之门外，还有苏月也在里面吧，时间有的是，我们慢慢玩，谁也逃不掉。你们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，所以必须死。我们宿舍里的6人互相看了看，明显比刚才要慌了。萍姐说的没错，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她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苏月壮着胆子冲门外说道，萍姐，咱们宿舍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很温柔，很照顾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把你当姐姐看，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为什么要参与做这种事？我也紧跟着说道，是啊，萍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哈哈哈哈！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萍姐在放声大笑。萍姐用力踹了一脚宿舍门，知道踹不开，只是单纯的发泄。我这么做当然是觉得好玩呀，我喜欢欺负别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害怕我的样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把一个人的头按进了厕所，还拍了他的照片，甚至还威胁他跳了楼。之后我洗清了身上的嫌疑，警察根本没证据抓我。我听到萍姐说的话后大吃一惊。萍姐，你说过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笑着说，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是坏人了。况且今晚动手的是我男朋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也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漫漫长夜，你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吧。说完，萍姐又踹了一下门，接着门外安静了下来。萍姐似乎失去耐心离开了，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相互对视着。与其等死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好，苏月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就在我们拿上扫帚、拖把等武器，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圆形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陈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不要出门，外面不止我们2人。
果然萍姐还有其他帮凶，推断应该是和她同一高中的那群混混。我冲着对讲机喊道：陈哲，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赶快报警。没想到陈哲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话落就听到楼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宿舍里的几人再次陷入了恐惧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房门被人敲响。苏月看了一眼门禁，门外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女生焦急地说着：救救我，快开门！是张雪。宿舍另一个女生说道：张雪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不是很熟，学习很好，是学生会的老大，应该不是坏人。我和苏月对视一眼，决定开门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门，躲在一旁的萍姐就立刻顶住了房门。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萍姐阴森森地说道：你们终于开门了，动手！听到命令的张雪立刻拿起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们走来，而我们握紧手中的扫把，准备与其搏命。就在这时，陈哲来到了众人面前。萍姐问陈哲：其他人呢？都已经按你吩咐的解决掉了。陈哲紧接着又说道：这些人交给我吧。说着拿着棒球棍走了过来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陈哲一棍子打在了张雪的后脑勺上，张雪应声倒地。接着陈哲又拿出刀子，将目光瞄准了萍姐。这一串连贯动作将我们吓了一跳，萍姐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哲，你干嘛？陈哲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海平，你是不是忘了陈丽丽，那个被你逼迫跳楼的女孩？她是我的妹妹。萍姐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，想方设法接近我，就是为了给你的妹妹报仇是吗？陈哲微微一笑：海平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说着便一刀刺入了萍姐的身体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报声，随后陈哲意味深长地看向我们几人，仿佛在说：对不起，让我们受惊了。陈哲没有逃跑的打算，而是像我们一样等待着警察的到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永久的牢狱生活。事后我和苏月也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被绑架的辅导员等其他同学都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，受害的都是当年霸凌陈哲妹妹的混混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宿舍的老二陈梦。他其实根本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第一个被陈哲设计好除掉了。